为了找回自己的女儿，金部长竟然如此疯狂，哪怕对方是国家安全局局长，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蚂蚁。金部长从上雅口中得知敏智已经被朱会长带走，正想着该如何前往时，恰好看见汉秀骑着一辆电动车缓缓驶来。荒郊野岭根本找不到其他交通工具，金部长只能骑着电动车与汉秀一同赶往朱会长的家。朱会长已经把敏智带回家，还特意给他换上了一身新衣服。敏智本想装作什么都不记得，企图蒙混过关，可坐在他面前的是最擅长洞察人心的朱会长，一个小孩子的小伎俩又怎么可能骗得过他？敏智想要借电话打给爸爸，可被朱会长拒绝。敏智多次强调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朱会长哪会轻易被骗？就在敏智上车的时候，想要装睡让朱会长放松警惕，可偏偏朱会长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女儿，因此在他眼里，敏智绝不能活着。他缓缓打开一个黑色小盒，取出注射器，准备给敏智注射毒药。就在朱会长下毒手的时候，有人按下了门铃。门铃声打断了朱会长的行动，见迟迟没人开门，局长直接带着一群手下强闯进了朱会长的家。朱会长立刻命令手下把敏智藏进地下室，随后又给安全局副部长打去电话。局长仗着自己的身份对整栋房子展开搜查，可翻遍了所有房间也没有找到敏智。他本以为自己能凭身份压朱会长一头，没想到朱会长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局长带来的手下更是被男市长一人全部放倒。紧接着副部长的电话打到了局长手机上，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，并命令他立即撤退。此时金部长和汉秀也已经抵达朱会长家附近，看清里面的情况后，金部长当机立断，决定兵分两路。男市长亲眼看着局长灰溜溜的离开，可局长刚开出没多久，便悄悄拐进了一条小路。朱会长怎么也没想到，敏智竟然已经被局长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了。原来就在朱会长与局长周旋期间，尚雅和洗衣店老板已经从另一侧悄悄潜入房间，将藏在储藏室里的敏智救了出来。敏智被局长强行带走，准备用他逼金部长放弃抵抗。与此同时，金部长从一部老旧手机里抽出钢丝，瞬间制服了一名特殊局成员。等另外两人察觉异常时，已经晚了一步。下车查看时，被金部长制服，在他们口中得知女儿被带去总部。金部长抢走了一辆车，并利用车内的无线电联络到了局长。而此时的敏智被迷晕了。金部长警告说，如果女儿有什么意外，就干掉局长全家。而此时的郑哲已经前往秘密基地，取出了大量武器，其中甚至还有一把火箭炮，而汉秀则一路趴在汽车底盘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回了特殊局总部。发现一名落单保安后，汉秀故意制造声响吸引对方注意，轻松打昏保安，拿走了门禁卡。成功混入大楼后，他先确认了配电室的位置，途中碰见保洁阿姨，没办法，只能先绑起来再说。随后汉秀爬进通风管道，来到配电室上方，将绳子一端绑在水瓶口，另一端搭在电闸上，再慢慢拧松瓶盖，让水顺着绳子一点点流下。他早已算好时间，只要成功救出敏智，大楼的一部分电源就会因为短路陷入短暂的黑暗。敏智已经被关进审讯室，局长通过广播将金部长是朝鲜间谍的身份全部告诉了他。在局长口中，金部长只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叛逃特工，正因为他的失控，整个特殊局才会陷入如今的局面。如今朝鲜方面已经发现了金部长的踪迹，所以局长想从敏智口中问出真相，朱会长为什么要抓他？金部长和朱会长之间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敏智就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只是跟惠利打了一架，惠利用砖头把我晕了，等我醒来就在冷库了，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又被惠利打爸爸抓住了。局长不敢信，只因为女儿打架就能惹出这么大的祸。局长被气笑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整件事的起因竟然如此荒唐。见再也问不出更多线索，他索性把敏智转移到了隔离室。可没过多久，敏智突然听见头顶传来了汉秀的声音，接着就把敏智从通风口就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副部长骂骂咧咧来了，要求局长立刻交出敏智。此时局长气坏了，说副部长是朱会长的走狗，还呵斥着说，如果把敏智交出去，那么你跟朱会长都死定了。敏智按照汉秀的指引，顺着通风管一路朝出口爬去。这时配电室突然发生短路，刺耳的警报声瞬间响彻整栋大楼。趁着现场一片混乱，汉秀立刻带着敏智逃往地下室。然而局长早已带着大批人马守候多时，面对几十支黑洞洞的枪口，漢秀没有丝毫慌张，反而轻声提醒敏智注意左后方，让他待会儿朝紧急出口拼命跑。危机时刻，郑哲举着火箭炮冲了进来，接着开始扔闪光弹、烟雾弹，把能扔的都扔了出来，然后边开车边扫射压制局长等人。局长发现自己毫发无伤，这才意识到郑哲射出的竟然全是空包弹。郑哲只是为了不伤及无辜才使用的空包弹，没想到局长让手下开枪下死手。
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来，疯狂砸向汽车。就在郑哲举起白旗假装投降时，不远处的部长突然大喊一声，命令所有人立刻放下武器，因为此时此刻他的性命已经掌握在金部长手中。只见副部长就像提线木偶一样被金部长摆弄一动不敢动。敏智想要去找爸爸，被拦了下来，所有人都僵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。历经重重险阻，金部长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女儿，但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，他究竟该如何带着敏智从特殊局重重包围中全身而退？而在下一集中，金部长好不容易救回来的敏智竟然再次落入敌人手中，这一次他又该如何绝境翻盘，成功救出女儿？我们下期再见。